音乐是一整支影片的灵魂，一个好的音乐以及背景特效呢，可以大规模的提高你整个影片的质量，以及把观众带入到你的影片里。大家好，我是许涛，欢迎来到海豚与兔子。我是海豚，你就是那只小兔子啊！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我在后期是如何制作我的音乐以及音乐特效的。前一阵子我在哔哩哔哩上面发了一个影片啊，就是我徒手深海抓龙虾这支影片，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啊。当时这个影片的点击率有差不多30多万，而且把我的粉丝数量从几千直接带到了1万以上，而弹幕最多的呢就是这一部分了。所以今天我主要是要带大家来看一看我的后期是如何选取音乐。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要感谢一下这一期视频的赞助商啊，Artlist， 因为我用他们其实已经用了非常久了啊。Artlist 是我下载所有音乐以及音乐特效的一个国外的一个平台啊。在网页呢，你只要输入 artlist.io， 就可以找到他们。这一家网站它的好处就是它所有的音乐以及音乐的素材你可以随便下载，它是每一年交一次年费啊，你可以无限制的使用，无论是自己使用或者是商用，还是做好的影片去发布以及做商业片，这个真是非常便宜，而且以前是很少有音乐平台可以做到这样，真的是已经非常好。你看它这个网站，它有各种各样的分类啊，比如说它有这种按情绪分类的比如说是这种让人听了很兴奋的啊，或者说的是这种动感很强的，或者是很开心的。我非常推荐大家去他们的网站看一看啊。我在视频的下面也会留下来这个下载链接，用这个链接你去的话，可以直接拿到就是2个月的这个免费使用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我上一次的这一段这个逼肉啊。你看这个 B 肉这一条线呢是所有的影片啊，这上面呢是影片的特效，而这下面这4条，1条、2条、3条、4条、5条，全部都是它的音乐和音乐的特效啊。我是如何去分类的啊？第1条是音乐 ，OK， 第2条呢是环境音，第3条也是环境音，但是它是更远一点的。然后呢，第4条是稍微其他背景所能体现出来的音乐啊，比如说是周围的东西动啊，或者怎样，或者是动物之类的声音。然后最后这一条就是转场特效音。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音乐放上去，这个影片就结束了。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把观众带入到这个影片里面的啊，因为你想，你平时在听东西的时候，即便有音乐，它会有环境音嘛，对吧？如果你东西掉在地上了，它还会有掉在地上的声音。大家说话的话，周围还会有杂音。如果有其他的东西发出声音的话，你也会听见。这才是一整套，所以它叫代入感啊。做得更高一点的话，你可能会分很多层，再加上它的这种转场音啊，或者特效音啊，以及混合音啊，这种呢才是做的更专业的手法啊。这个背景特效啊，大概分了差不多有5类这样子。首先一个就是音乐它本身嘛，就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就放什么样的音乐。第2个呢就是它的环境音、背景音，也就是英文就是 ambient sound， 对吧？就是周围的这些杂音呐，或者周围的这种，比如说你在海上会有海浪的声音呀，会有这种，对吧？会有这种风声，对吧？还有一种就是周围东西的声音，你比如说在海上，你可能会有海鸥的声音，或者会有鸟的声音，对吧？或者会有船的发动机的声音。再往下呢，还有一种就是转场音，比如说这种呜这种很快的这种特效的声音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是模拟的这种逆音英文叫 Foley， 也就是说你在当时不可能录下来声音，比如说人走路，或者说的是有一个东西掉在地上
当时的环境杂音太大，你不好用。但是在后期你配上这个音，这个是后期模拟进去的音，这4、5种声音你全部都要配套进去以后，整支影片它可能才会有你想要的代入感。如果我把刚才的所有的音效都关掉，你再来看这支影片，你再来看一看有没有刚才的那种感觉。我如果只开音乐，有没有感觉很空？就是只是音乐，但是你感觉不到周围的东西，你感觉到不周围这个海浪啊，你感觉不到这个风声啊，感觉不到海鸥，感觉不到你转场的声音，感觉不到你在海里面呼吸气的声音，感觉不到水里面还有周围的这些鱼啊吐泡的这声音，你全部都听不到，对不对？所以你就没有感觉到你是在当时的影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观众跟你一起带到你去的那个地方，做你所做的事情，所以声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OK， 那我们现在下来把音乐关掉，我们现在听所有的后期加进去的声音，然后我们看一看是什么感觉。看，这个是海浪，还有海上鸟的声音，特效文字出现的声音，然后呢转场 zoom 进去的声音，对吧？海鸥的声音，转场的声音，海浪和远处海鸟的声音。看我呼吸器，这是水的声音。然后这才是水里面呼吸器的声音，背景音以及这个各种特效音对一支影片的这个提升它的这个质量和观众的代入感是至关重要的。下来呢，我就带大家来看一看我是如何去选取这些音乐以及这个音乐的特效。首先呢，在你的浏览器里面打上这个 Artlist，OK， 在这个平台里面呢，有很多的音乐你都可以去选。你比如说，如果你想去选择根据情绪来分类的这个音乐啊，你就点击这个 Mood。然后呢，如果你想的就是让大家听了比较欢快呢，让人感觉很振奋呢，那就是 Uplifting。然后呢，这个节奏比较快就 Powerful。这种都是节奏比较快的音乐啊，出去玩的时候，这种比较欢快的节奏，大部分人都会比较喜欢这种啊。如果就是像当时我这种在海上飞无人机的这种 B 肉的啊，可能这种就不太合适。你比如你说你去选这种以这种video sim， 就是说的是以这种片子的这种主旨这种感觉去分类的话，你比如说我当时要飞无人机的话，你可以直接去到下面选择这个 aerial 啊，这个就是航拍片用的比较多的。如果大家拍 vlog 比较多，你直接去选 vlog。旅游的话 road trip 就可以了，这都是旅游比较常用啊。你只需要点击这个购物车，然后呢把它下到你的这个购物车里面，然后呢再点击这个 check out 就可以了。这个它就会直接寄到你的邮箱里面，然后你把它下下来。还有下一个就是说，我刚才那些转场音啊，比如说雾室啊，比如说那种电子音啊，或者说的是海鸥啊、海浪的配乐，我都是在哪里找的？你看它下面还有一个SFX， 这个就是 Special Sound Effect， 就是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声音特效啊。点进去以后，你比如说这个雾室，这个就是这种各种转场特别常用的啊。你比如说这种短的这种雾室，你看就是这么一下。反正这种都是可以找到的哦。我每一次的影片制作的时候，我大概可能会用那么5到8支不同的音乐啊，所以我基本上是来回换，我很少用一支音乐就用到底，所以我会把它全部都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音乐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往里面制作的时候，不是直接就这么放进去，而且你会要去想我如何去根据音乐的节点去切这个影片啊。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打它的节点，你先听这个音乐听几遍，然后呢再点击键盘上面的这个 M 键，就是 marker， 就是标记，然后把这个影片整个按照鼓点标记出来。每次敲鼓的时候，那就是你影片要切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影片切的时候一定是要按照它的节奏去走的，这样才有电影感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顺便把这个鼓点节奏做进去，反过去的时候大家就能看见我的影片完全都是这个按照了这个来切的。看 marker 这样子放进去，每次敲鼓的时候呢，你就点键盘上的这个 M， 然后呢把它都标记进去。现在标记完了，大家能不能看到一个规律，就是说所有的这个 marker 所在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在它波形图最下面最低点，因为这个就是鼓点切的时候，你仔细看它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区别不太大
位置稍微错一点，是因为我可能没有听准啊。但是这个你是可以调整的。当这个鼓点都做完了以后，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无人机的 B 肉里面，你可以看这个鼓点是不是已经都全部都出来了。我们把它放大一点，你看每一个鼓点它敲的位置基本上就是跟我切影片的位置重合的，没有问题吧？我当时影片切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切的，它只要鼓点打一下，哎，我的影片就会，我的影片就会切到下一个镜头。接下来的这么3、4层啊，都是要去做的，它这个环境音和背景音。首先，我们把音乐静音和其他的这个环境音，我们和这个特效音啊，我们全部都静掉它。那么我们下一个要看的就是如何来选取这个环境音。你看到你的这个时间轴的时候，你的影片都是海，那么你就要想海上会有什么声音？会有海浪的声音，会有风声，会有海鸥，对吧？会有鸟的声音，这些都是你平时应该可以会听到的声音。所以你要把观众带入的话，你就要把这音乐加进去。怎么去加呢？刚才在 Artlist 上，我刚才给大家不是讲过，有很多这个就是特效的声音嘛。特效的声音你就可以去找，你比如说的是它这个，对吧？有天气的，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说 ocean， 就是说它的这个海洋里的这个特效的声音，你随便听2个，你看这个就是海浪的声音，它不一定合适，所以你要多听几个，然后去选取。这个就很好，这个就听的是比较近海、近浪附近的这个声音啊，这个就很好。你把这些东西呢都点击都下来以后，然后回到你的这个 Premiere Pro， 然后都放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啊。我一般都是放在一个就是Sound Effect， 然后你比如说这个都是我刚才下载好的，然后我们听听有一些特效。你看这个是海鸥的特效，这个是远海浪的特效，这个是转场后来用的这些特效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再听听这个，对，这个是远处的这个鸟啊，对吧？这个海鸥的这个叫的这个混音特效转场特效 ，OK。转场特效 ，OK， 有了这些以后，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到时间轴里面。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第2层啊，远处的这个海鸥的这个声音的感觉，海浪啊，远处的这个海浪的这个声音，是不是？然后呢，同样到了后面，这个是当初在水里面直接录制的啊。你比如说这个，哎，你看，这个是 GoPro 在水里面录出来的这个环境音，所以让你感觉在水里面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然后这一层做完了以后，我们就要看下面这一层。下面这一层就是，你看专门加的这个海鸟和海鸥进去的感觉，对吧？最后呢，我们再做一个这个转场的声音。然后你看这个文字出来的时候，或者说的是这个突然有这种加速的感觉的声音啊。这个这个进去的这个声音的感觉啊，它其实都是 whoosh， 在英文里面就叫 whoosh。举一个例子啊，这个声音是不是听起来就是非常大，也不是很好听？其实这个没有关系啊，我教大家怎么做。我把这个静音我重新做一个新的，就是说你在这个开头的时候点你键盘上的 I 进点啊，在它出去的时候点这个 O 是它的出点，对吧？然后你把它拉下来，拉下来以后，你这个文字你看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嘛，但是这个是非常快，不好听，对吧？不要紧。然后快捷键 Ctrl R 把它的速度放慢到30%，然后它不就拉长了吗？然后你再听一下，是不是有点太慢了？那我们再加点速 Ctrl R 啊，然后呢把它变到50%，感觉一下。是不是稍微好一点？但是声音太大，你记住啊，背景和环境的声音啊，一般是在24到18 dB 之间，人的说话是在-6到-12之间，所以背景音和你的这个人的说话的声音和特效音中间是分层的啊，所以你的背景和特效音它不会盖过人的声音，你才能听见人说话的声音，明白吧？所以说他们一般都是比较低一点，所以呢，你要把它的声音降下去，快捷键点 G 啊，然后呢-12 ，OK， 减到12个分贝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再来听一听这个特效的感觉，是不是好很多？然后呢，因为它声音是突然进来，突然又没有的，你可以加一个就是
慢进慢出就是渐进渐出的感觉啊。快捷键呢就是 Ctrl+Shift+D，OK，然后呢恒定功率它就是渐进然后渐出，是一个抛物线的感觉，不是突然一下上去然后下来啊。所以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效果，是不是好很多？如果我们把其他的所有的都开，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特殊的这个文字这个特效声音啊，是不是？它非常的轻，非常的小，但是它这个就是有感觉，能把你这个动态的感觉带进到这个环境音，所以所有的这个特效音的做法都是一样的啊。我就给大家举个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会把这个音乐的链接放在这个视频下面这个描述的这个部分啊，方便大家前去测试，前去购买啊。我非常推荐 Artlist 这个网站啊，我真的是我用过很多的音乐平台里面，我个人感觉啊是最好的，非常好用的。而且 Artlist 这一次赞助的同时，如果你用这个链接去购买的话，你直接可以得到2个月的免费啊，非常鼓励大家去。已经是做的非常好、非常便宜的音乐平台了。以前你买一支音乐，你要去做商业片，你很有可能要掏几百美金的价格。现在它是整个音乐库给你哦，1年都不到200美金啊，非常好用。而且在 YouTube 上面，所有的影片，这个背景音乐都是已经被数据库提前就是验证过的，就是说你的影片不会因为这些音乐，会被 YouTube 拿出来说哦你侵权了怎样？因为他们这些影片已经就提前做过这些措施了啊，所以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你不要辛辛苦苦做一个影片，到最后别人说啊这个影片是属于音乐是属于人家的，获了利的话呢要属于音乐人的，跟你没有关系。这是我们非常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啊，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去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呢，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许涛，这是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希望大家呢喜欢这期的节目，希望音乐的制作呢也有帮助你们更进一步的理解后期是怎么样把这些东西做出电影感。大家有问题的话，希望大家留言，喜欢的话点个赞，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请订阅我的影片，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吧，拜拜。